1969年7月20日，人类首次尝试登上月球。而就在此刻，登月舱导航计算机突然崩溃，连续触发1202程序错误警报。宇航员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信任这台内存仅2KB的机器，或手动驾驶一艘从未真实测试着陆过的飞船，实现成功登月。而就在2天前，格林尼治时间凌晨3点45分，他们看到一个亮光正在飞船外伴飞。不是星星，不是地球，也不是早已脱离的火箭推进器，这也是阿波罗11号任务日志中最少被官方提及却最令世人疑惑的一刻。然而50多年过去，仍然有人在问：登月是真的吗？为什么只有美国做到了？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也难以复制？那一小步究竟是真实的跨越，还是冷战的幻影？答案或许比你想的更复杂。这次由至少40万人参与完成的航天工程奇迹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如果你就是此次任务中的一员，跟随阿姆斯特朗亲自经历那次改变人类历史的登月旅程，会是怎样的体验？今天让我带你以第一视角，从详尽的技术细节、扣人心弦的幕后故事切入，重走一次那场伟大任务。相信旅程结束，你将被所看到的一切深深震撼，并对之前心存的疑惑有所答案。1969年7月16日，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我们这次任务被命名为阿波罗11号。此次任务将进行全球直播，这意味着该任务将不仅是一次航天壮举，更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即时电视信号见证历史。背后是一场跨越地球半个星球、串联多个机构技术拼尽所能、前所未有的大型直播协奏曲。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火箭是土星5号，高达110.6米，重达3000吨。它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火箭，在未来55年，截至2024年，它都会是唯一将人类送出近地轨道的运载火箭。此次项目成本为64.17亿美元，每次启动要烧掉至少1.85亿美元。这次也不会例外，放到55年后的今天，相当于520亿美元的项目成本，发射一次要花掉15亿美元。土星5号由3级液体火箭组成，分别为第一阶段 S-1C， 第二阶段 S-2， 第三阶段 S-4B， 总高度110.6米，直径10米，总质量约2900吨，由曾经的纳粹德国 V2 火箭总设计师沃纳·冯·布劳恩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任职后主导设计，集合了当时最强的波音、格鲁曼、北美航空、道格拉斯、罗克维尔和 IBM 等工业巨头的力量共同建造，零件超过500万个，任何一个零件的故障都可能是致命的。任务目标非常简单，却史诗般艰巨：安全登月并把我们带回来。此刻你已知道，如果任务成功，你将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为了这一步，我们准备了8年。此次任务3人分别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迈克尔·柯林斯，都为此经历了航天局最严苛的训练体系，包括重力耐受训练，通过离心机可模拟8倍重力的加速度，通过水下中性浮力实验室模拟失重行走，记住多达数千步操作指令，必须全部熟练输入，在月球登陆训练器上模拟登月流程数百次等等。清晨9点32分，任务进入倒计时。F-1 是波音公司承包制造的土星5号火箭的第一级的大型液体火箭引擎。点火前需先预热建立压力，此刻开始逐一引燃5台 F-1 引擎。点火的瞬间，整个地面在震颤，4倍重力的加速度把我们死死压在座椅上，起飞推力达34500千牛。F-1 将持续工作约2.5分钟，将飞船推升至68公里高空，塔架已清除。此时，远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接管飞行控制任务。GET 即地面计时从火箭点火升空这一刻开始算。第13秒，火箭俯仰与横滚机动开始。为进入目标轨道，火箭要调整姿态，即改变仰角并绕自身旋转。因为我们从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我们调整姿态飞向东南方向，可以利用地球自转速度约465米每秒蹭一点初速，这样可以更省燃料。第34秒，火箭完成预设姿态调整，继续垂直加速上升。第1分23秒，由于火箭速度的增加，空气阻力也随之增加，这一刻达到飞行中空气阻力最大的瞬间，整个火箭承受的结构应力达到最大值及最大动态压力。此时，火箭已启动终止模式程序，以保证在第一阶段飞行的后半段，如遭遇紧急状况，可以通过运行终止程序将我们安全带回至地面。此过程将通过火箭顶部的逃逸塔完成，它是紧急情况下用来拉走指令舱的火箭塔。如果任务在进入第2阶段前终止，我们将通过逃逸塔动力进入稳定轨道，并等待地面救援。2分钟后，我们搭乘的土星5号突破音障，开始逐渐脱离地球大气层。2分17秒，第一阶段的中央引擎先行关闭，以优化推力分布并减少过载。第一阶段燃料耗尽，完成分离。
2级点火继续前进，1级与第2级之间的结构隔层被抛弃。现在我们飞行已足够安全，现在可抛弃掉逃逸塔，但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第2阶段有5台 J-2氢氧发动机提供推力，真空状态下最大推力可达5141千牛，燃烧时间3分钟。主要由北美航空公司承包制造，它可以帮助我们穿越高层大气。发射7分42秒，中央引擎先关闭以控制加速度，避免过载。此刻我们需要控制燃烧效率，调整燃料和氧化气的比例。待第2级耗尽，完成分离。9分15秒，第3阶段火箭准备接力。现在我们的火箭正准备进入绕地轨道，等待后续跨越注入机动。近地轨道是约185公里，近乎圆形的轨道，高度100公里处正是外太空的起点卡门线。大多数卫星是在高度约35800公里外的地球同步轨道和远地轨道运行。11分45秒，近地轨道插入完成。此刻我们的飞行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我们无法在这个高度保持长时间停留。我们在这里需要飞行约 1.5 圈，飞行1圈耗时约88分钟。此期间，我们需要确认系统正常运行。在环绕过程中，我们逐一进入不同地面站可视范围，依次建立通信，布成全球跟踪网络。38分46秒，飞行器上的光学设备如导航望远镜、方阵罩被抛弃，准备投入使用。我们后续的目标是从近地轨道进入一个高度可控、角度精准的自由返回轨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如果期间主推进系统失效，我们也不会飘走，我们的飞船会因重力绕月返回地球。但这同样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一步至关重要。在阿波罗11号任务中，跨越注入点火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操作，这将决定我们能否准确无误抵达月球。此过程将由道格拉斯城堡制造的搭载着可复点火的单台 J-2 发动机的第3级 S-4 必完成。这一过程如有偏差，我们甚至无法进入自由返回轨道，以致无法返回地球。此前航天局使用 IBM 7094等大型主机花费数小时，通过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开普勒第3定律建立模型，精确计算出航天器要在地球183公里高空，相对于地月矢量偏13.5度的方向进行点火。这个角度并非直接对准月球，而是提前瞄准未来3天轨迹上的交汇点。休斯顿地面飞控中心通过无线电将这些提前计算的跨越点火程序所需数据发送给我们。我们需要在阿波罗导航计算机中手动输入这些参数，在恰当的时候确认执行。现在已距离地面发射过去1小时35分，我们即将进行跨越轨道注入。后续飞行控制完全由导航计算机驱动，姿态控制由反应控制系统修正。如果在执行跨越注入后80分钟内出现任何问题，这套程序也将协助我们终止任务返航。2小时26分38秒，批准执行跨越轨道注入。2小时44分16秒，第3阶段点火，持续5分多钟，给飞船加速到10.8公里每秒，相当于39000公里的时速，脱离地球引力，进入月球轨道。此刻我们还不能休息，为了限制火箭的总长度，同时兼顾空气动力学设计，我们的鹰号登月舱自发射时还一直被固定在第3级火箭顶部的保护罩内。而我们现在身处第3级火箭前端的服务指令舱内，彼此并未连接，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将其对接，用于未来分离登月。3小时17分，指令服务舱与第3阶段分离，由导航计算机程序控制释放连接螺栓，喷出指令服务舱，用小型反应控制系统调整距离和姿态。让我们翻转头部，背阶端朝向第3阶段顶部，用导航光学系统观测登月舱的位置，微调姿态。随后飞控中心授权我们开始对接。我们慢慢推进推进器，调整横滚角和偏航角，目标锁定，探针进入锥体插口，软对接完成，拉回探针，硬对接锁定。现在让我们向后撤离，把鹰号登月舱带出火箭，登月舱保护罩自动分离，形成服务指令登月舱组合，准备绕月飞行。完成对接后，整组飞船从火箭第3级完全脱离，飞船进行一个微小推力机动，确保远离第3阶段火箭残骸，避免碰撞。现在抛弃残余液态氧，同时偏转，让第3级火箭进入太阳轨道。它会成为继阿波罗8号和10号后，人类史上第3个绕太阳运行的大型航天器残骸。此时我们终于能长舒一口气，因为我们进入了太空巡航模式。我们在12时46分完成第1天最后一次地面通讯后，就可以休息了吗？不，其实我们的炼狱才刚刚开始。抵达月球前的这个过程需要整整3天，耗时约76小时，穿越38万公里的黑暗空间。没有上下，只有仪器震动，3人共住的6立方米的狭小空间。要知道，我们的指令舱是底部直径约 3.9 米，高约 3.6 米，内部还遍布仪器设施的圆锥体。我们每个人只有1立方米的空间活动，即便是排便，我们都需要坦诚相见，当面解决。具体过程需要我们脱下裤子，将一个粘贴式的便带贴在臀部，
排便后在袋中加入杀菌防腐剂，右手密封按压后放入废弃储物袋，这个过程要花上30分钟。如果是小便，每个人会配一个类似安全套的导尿头，接在一根负压软管上，尿液会被抽入尿液袋中或被排出到舱外。我们所有食物是冻干脱水包或软管包装，吃前用注水枪加水搅拌，再挤出食用。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在椅子上通过捆绑自己来轮流睡觉休息，以保证我们不会飘走和飞船的正常运转。这种极度安静带来的感官隔绝效应令人窒息。舱内环境在服务舱设备的运行下，温度稳定在23度，空气被循环系统维持合适的氧氮比例，但我们仍然不能闲着，随时都需要监测电量、推进剂、航向、舱压、辐射水平。任何一个系统出错，后果就是全军覆没。我们要面对的不仅如此，还有宇宙中的高能粒子风暴、设备冗余失败、导航误差和人类从未测试过的极端环境。第二天，飞船距离地球已超过20万公里。尽管发射与跨越轨道注入执行的极其精确，飞行仍需执行一次中途轨道修正，来优化与月球交汇的时机与角度。任务控制中心根据现况计算出需要调整的速度矢量，指令舱主引擎进行了约3秒的短暂点火，调整速度增量约3米每秒，确保飞船能以最佳角度进入月球引力圈。今天，奥尔德林和柯林斯还分别观测了地球，并向公众进行了第2次任务的电视直播，展示飞行生活。此次直播采用慢扫描电视技术，经由 S 波段天线传回地面后，及时转换为标准制式。图像信号由澳大利亚帕克斯天文台与加州戈德斯通地面站接收，并传回美国电视广播。简单来说，这类技术可以在功率极低、带宽极窄、远距传输的环境下实现可靠的视频直播。虽图像质量有限，但它让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人类登月的过程，实现了深空通信史上的一次奇迹。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录像却因为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后的疏忽，并未保存下来。我们在完成飞船状态报告后，于地面发射时间36时53分11秒进行了第2天最后一次通讯。任务时间4时89分，我们轮流休息过后被唤醒，此时可以透过舷窗看到非洲大陆。阿尔德林描述道，非洲大陆就在那儿，就像地球从水里升起一样，轮廓清晰可见，尤其是西海岸线。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像是漂浮在深邃黑暗背景上的一颗蓝白色宝石。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地球的整体轮廓。柯林斯此时需要执行第6次平台重对准，与已知的可观测恒星位置进行对比，确保飞行精度。我们即将进行月球轨道捕获，此前我们需要进入登月舱进行系统检查和准备操作。为了让飞船各舱段之间的对接保持稳定，便于人员操作，我们需要停止被动热控旋转 PTC。飞船以非常缓慢的速率自转，大约每小时3圈，就像烤炉里转动的肉串一样。目的是让飞船表面平均受热，避免某一侧过热或过冷。阿姆斯特朗与奥尔德林首次从指令舱进入鹰号登月舱进行全面检查。登月舱由格鲁曼航空公司承包制造，其包括下降级包括燃料舱、着陆之腿、PDI 发动机；上升级负责带舱内航天员返回轨道与指令舱对接。还有独立生命维持系统和姿态控制与导航系统对接使用的阿波罗制导计算机。因为登月舱空间狭小，两人需小心协作，以避免碰撞仪表。59时55分12秒，在完成一系列操作任务后，我们重新开始被动热控旋转。就在飞船穿越寂静太空的途中，一个明亮闪光的物体突然出现在舷窗外，它时隐时现，仿佛在与它们并肩而行。宇航员谨慎的报告，我们看到窗外有个物体，它在闪烁，似乎在我们身后，但距离无法确认。片刻之后，这个物体无声消失。地面飞控给出的解释是分离后的火箭残片，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数据能够完全验证。那究竟只是冷冰冰的金属碎片，还是深空中某种未知的存在？直到今天，这段记录依旧留在阿波罗11号的档案中，成为人类登月旅程里一个难以释怀的谜点。我们在完成今天这最后一次通讯后，进入月球引力势能主导区域。第4天，我们在被地面唤醒后，进行了太阳日面拍摄。作为太阳外围的光晕，平时会被太阳本体的亮光遮住。因为现在太空中没有大气干扰，我们可以拍到清晰的、更具科学价值的日面图像。现在地面向我们传送更新的飞行计划，包括预计进入月球轨道的时间节点与详细程序。我们需要在纸质飞行日志上手动记录更新，并核对舱内时钟同步性。7时50分30分46秒，我们即将抵达近月点，准备执行第1次点火减速。7时50分41分23秒，我们与地面通讯失联。不过不要慌张，这是计划之内的，因为我们的飞船进入了月球背面，信号被遮挡。49分52秒，点火开始，指令舱主引擎进行长达6分钟的减速点火，将飞船捕获至一条初步椭圆轨道，高度约为315公里乘以110公里。
此阶段必须精确控制推进时间与姿态角度，一旦提前或延迟点火，将导致偏离月球或撞击表面。最终我们稳定在围绕月球的近圆形轨道上。点火结束，此时我们与地面重新建立通讯。我们将使用船载电视摄像机拍摄月球地貌，包括近海盆地、环形山、马斯克里、萨宾与柯林斯等。由于轨道运行期间存在月背通信中断区，图像信号以延迟方式由地面接收并剪辑播放。80时11分37秒，我们进行第二次减速点火，在第二圈近月点进行微调，使用RCA小型推进器进行短暂点火，将轨道原化至大约110公里远轨道，为第二天登月做准备。我们今天最后一项任务是让鹰号登月舱再次通电。阿姆斯特朗与奥尔德林检查所有关键子系统。为模拟真实情况，登月舱与指令舱关闭连接约30分钟，模拟独立运行状态。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分别是：阿姆斯特朗作为指令长控制任务整体，迈克尔·柯林斯指令舱飞行员负责留守轨道，巴兹·奥尔德林登月舱驾驶员和阿姆斯特朗一起登月。着陆日前，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穿上宇航服进行检查，配置生命保障系统与通风管道，确认宇航服压力舱闭合良好。要知道，我们这时穿上的不是一身单纯的制服，而是一艘便携的太空飞船，让我们可以在没有大气真空260度高温与零下160度的交替的环境中生存。整个衣服由21层不同的材料制成，由最外层防火防微流星体撞击，到内部保温隔热，维持内部压力排汗和减少摩擦，形成可靠的人类保护屏障。而背后这个30公斤的大包不只是氧气罐，而是包含了冷却水循环系统、二氧化碳清除系统、电池和紧急供氧系统的背负式生态系统。1969年7月20日，我们的登月正式进入倒计时，准备分离鹰号登月舱。尼尔·阿姆斯特朗与巴兹·奥尔德林已经进入鹰号，并完成系统检查与对接环解锁。地面发出最终着陆窗口确认，降落窗口为60秒，要求着陆时太阳角度控制在6至14度之间，以确保地表阴影清晰，便于视觉导航，同时防止太阳直射造成过热。迈克尔·柯林斯则留在服务指令舱哥伦比亚号内，负责操作分离程序。100小时12分3秒开始分离，轻微的推进器脉冲将两个航天器缓缓分离约1至2米。登月舱缓慢后退，确保两者安全距离大于30米。登月舱调整姿态，使主发动机朝向正确方向。20分32秒进行下降轨道插入程序 DOIPED。登月舱从绕月圆轨道点火变为椭圆轨道，使其最近点接近月球表面，成为近月点仅17公里的椭圆轨道，为即将着陆做准备。任务时间102小时33分11秒，动力下降开始。登月舱引擎先以10%推力点火，稳定飞行姿态，随后逐步增推，全力冲向月球表面。航天器由阿波罗制导计算机控制推进姿态与导航，并以主导航系统与备份系统及时交叉验证数据，以防万一。然而此刻意外接踵而至，下降雷达迟迟未锁定月面，这使计算机误判高度，触发了1202和1201错误代码。这些代码意味着计算机任务队列溢出，处于近乎崩溃边缘。而这台由德雷珀实验室研发、雷神公司制造的导航计算机，这是当时最先进也是最早的即时嵌入式系统之一。虽然其主频只有1兆赫，内存 2KB 大小，还是由雷神工人纯手工编织。现在来看，其性能不足2025年运动手环的1/1000。休斯顿控制中心的史蒂夫·拜尔斯在短短20秒内确认可以继续任务，避免了终止。同时，自动系统引导鹰号驶向一片满布巨石的危险区域隙坑。阿姆斯特朗在这危急时刻，果断手动接管飞行控制，在离地不足150米时进行目视导航与推力调整。此时燃料告警响起时，他还有不到30秒的燃料可用。登月舱在高度最后3米时，我们选择关闭发动机，依靠下落惯性落地，靠4条腿缓冲冲击。登月舱接触面有压感探针，一接触月壤即发出接触信号。102小时45分47秒，鹰号在宁静海表面平稳着陆。阿姆斯特朗着陆时实际偏离原始着陆点超过500米，这次着陆完全靠眼睛感觉、肌肉记忆、人工操作完成。此前，阿姆斯特朗已在模拟器里练了上百次着陆。每位宇航员与飞空人员间的通信流程要经过完整10轮以上的任务彩排。曾经一次模拟训练，月球登陆训练器液压失灵，飞行器整个侧翻，阿姆斯特朗在不到1秒内拉了弹射手柄，坠地前0.4秒从空中弹出，落在沙地上。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说，之所以派我去飞，不是因为它安全，而是因为它危险。终于，我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那样，阿姆斯特朗率先缓缓爬下舱梯，并迈出那一步，月球上人类的一小步。脚底是细如灰粉的月壤，略有粘性。月壤为粉末状玄武岩，呈深灰色，没有空气，没有声音，只有2个宇航员在真空中靠无线电对话。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插上美国星条旗，架设用于探测月震的太阳能地震仪和对地面上全人类开放使用的激光测距反光镜，采集岩石样本，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和录像。两位宇航员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仅为地球1/6的月球重力，但惯性仍然存在，这种环境下摔倒就很难起身。由于最终采集了约22公斤的月球样本带回地球，为了减少返程荷载，两位宇航员决定将返航不再使用的设备遗弃在月面，其中包括2套宇航服背包、一些生命维持软管、冷却装置连接管等一次性物品，还有小便收集袋、食品袋、实验废弃物等生活垃圾。我们还将留下一个纪念名牌，上面刻有我们为全人类而来，其固定在登月舱下降机舱梯子上，并署以尼克松总统、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柯林斯的签名。此外，我们还留在月面一个纪念包，里面包含一小块纪念阿波罗1号为登月探索牺牲的3位殉职宇航员的徽章，还有纪念首位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和尤里·加加林的纪念章，它们象征人类共同太空探索精神。最后就是阿姆斯特朗与奥尔德林的脚印，因为不会被风或水侵蚀，越沉重留下的痕迹预计将保存数百万年，而那些遗留物也会在数十年后依然可以完整保存。虽然鹰号在月面停留了超21小时，但整个出舱活动过程只有约2小时15分钟。以确保安全有序地完成向世人展示人类首次登月的核心目标，任务完成后，我们要从鹰号起飞回到绕月轨道，与柯林斯的指令舱精准对接，并留下我们在月球上最后一件遗弃物——登月舱的下降极部分。124小时22分，登月舱点火升空，使用上升段单台固定推力发动机进行点火，自动导航系统进行轨道同步调整。宇航员负责手动微调姿态桨。升空后约3小时，登月舱逐步逼近指令舱，双方在120米距离内保持稳定相对速度，对接速度误差要控制在10厘米以内，否则无法接驳。阿姆斯特朗手动控制登月舱对接锥接近对接口，对接机制触发后自动锁定完成软对接，随后进行硬对接12个拉杆，将两舱牢固结合。对接完成后，阿姆斯特朗与奥尔德林带回月面样品与摄像机资料，通过连接通道返回指令舱哥伦比亚号。月壤样本保存在特制的铝合金容器中，样本总量约21.5公斤。在确认所有关键物品已转移，舱门关闭并加压后，130小时9分31秒，地面指令执行登月舱上升段远程抛弃程序。鹰号被释放进入独立轨道，最终会坠毁在月面。至此，登月任务完成。阿波罗11号在135小时23分42秒运行至近月点，使用服务舱尾部的服务推进系统主引擎进行回地注入轨道点火。此点火同样需要精确计算时间窗口，确保返回路径与地球大气层载入角度一致，控制在5.5度以内。点火后，导航数据再次校准，飞船正式踏上归途。飞船逐渐脱离月球重力主导区，惯性导航平台会记录下引力转变点。此时已在第7天，距离地面发射时间过去148小时7分23秒，速度相对月球约1公里每秒。随后开始受地球引力加速。地面测控站及时更新位置轨迹，确保回程轨道保持在预定落点太平洋上空范围内。返程过程同样进行了电视直播，向公众展示了食物准备过程。第8天174小时24分7秒，飞船抵达地月终点。我们轮流进行系统检查，确保飞船状态良好，以迎接返程高动态阶段。之后，我们将所有松散物体进行收纳并加固，包括样本容器、手册、记录磁带、摄像设备等，以防载入时剧烈震动造成破损。所有数据记录装置已备份并封存，准备带回地面分析。第9天，飞船接近地球，速度逐渐加快至每秒11公里。地面控制中心传来大气载入数据程序。194小时36分41秒，飞船进入地球阴影区。49分13秒，指令舱与服务舱分离程序启动，服务舱将被抛弃在大气层外解体。导航计算机自动切换至载入模式，飞行姿态调整至盾端垂直，防热盾迎接大气阻力。舱内进行最后通风循环与座椅约束确认。指令舱进入大气层上缘，高度约120公里，速度开始下降，摩擦引发等离子体包裹。载入大气层速度约为每小时4万公里，需要靠防热罩承受超过3000摄氏度的高温。195小时3分23秒，进入黑障，通信中断约3分钟。飞船逐步下沉，开启3段式降落伞系统，引导伞释放主伞展开，降落速度稳定至7米每秒以下。美东时间1969年7月24日，阿波罗11号在发射后195时18分后，成功降落于太平洋夏威夷西南方，距离预定回收点仅21公里。在此守候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迅速抵达，宇航员被救起上救生筏后，由直升机接送至甲板。至此，任务圆满完成，人类首次登月并安全归来。从发射到返回，阿波罗11号一共耗时8天3小时18分钟35秒。
总共行程76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赤道19圈。此次旅程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在天文尺度位置的初步认知。阿波罗11号的成功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意志的胜利。它诞生于冷战高压下的太空竞赛，却成就了一次超越国界的人类壮举。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面上迈出那一步，他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对未知探索的共同渴望。而今，太空早已不再是当年那2个超级大国博弈的专属舞台，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个体在加入太空探索的行列，合作与竞争并存，和平与博弈交织。我们此刻正站在下一个巨大飞跃的起点。如果说阿波罗计划曾用军备的逻辑点燃了登月的火炬，那么今天期望我们用全人类的视野去照亮星辰大海的未来。毕竟在这浩瀚宇宙中，我们都是同一艘孤独的蓝色飞船上的旅人，在高空，在深海，在技术极限与生命极限的边缘，我们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在理解它的过程中重塑自己。如果你也对人类边界的拓展充满热血，欢迎点赞订阅，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继续追踪人类探索进程的每一步。这里是 CEOS 卓视，用视觉解码属于人类的浪漫。我们下次探索之旅再见。